知道自己身体出了问题，但我没想到这么严重。医生发来的消息看得我眼前发晕，肝癌早期，手术效果有限，但还是要试试。赵老板，少喝点儿，身体要紧呐。我脑子里全是肝癌，手术费，完蛋了。回过神来，后背已经湿透了工装。我心知肚明，这病是怎么得来的，拼出来的，喝出来的。为了攒首付给自己买套房子，我恨不得把老血拼出来，光盐水就着咸菜，那都是常态。陪客户应酬喝酒，那都是日常。熬了10几年，总算攒下50万，眼看着就能在郊区买套小两居，谁成想老天爷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。我苦笑着掏出手机，给我爸打了个电话：“臭小子，这月工资到手没有？赶紧打过来。你弟说想炒股，急用钱，他之前根本没接触过股票，怎么又突然想炒股了？他说最近股市红得很，随便投都能赚。你就少废话了，把钱打过来就行。”我强忍着想吐的冲动，声音嘶哑地说：“爸，我体检出来肝癌，要做手术，没多的钱给家里了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我还以为这老头子良心发现了，结果下一秒就被现实狠狠抽了个耳光。晦气，老子怎么就养了你这个废物？活了40年就这点出息，连这点钱都拿不出，每月才让你给家里打2万块钱，你他妈的良心让狗吃了！老子警告你，别想从家里拿1分钱给你治那破病。你弟前2天还说刚看中辆宝马，我正找人凑钱呢，少拿你那点破事来烦我。啪的一声，电话挂断了。我瘫坐在椅子上，连苦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看来在老头子眼里，我这个儿子得了癌症，还不如弟弟一时兴起炒股玩重要。我就是死了，他估计还得卖了我的器官，给他那送外卖的宝贝儿子买新车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居然还在指望什么呢？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屋里，望着天花板，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像跑马灯似的在脑子里转悠。我妈走得早，家里只有我爸带着我跟弟弟，日子一直过得不好。我理解我爸的辛苦，所以努力学习，毕业后拼命赚钱，想让他日子过得好点。但从小到大，我爸就没把我当回事。弟弟是宝，我是草，他眼里永远只有我弟。要不是念着他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我早就翻脸不认人了。想着想着，眼皮越来越重，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。再睁眼，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旁边坐着同事王明。看我醒了，这个糙汉子居然红了眼圈。老赵，你可吓死我了，发烧到40度都不吱声，要不是主任发现你昏迷，非得交代在工棚里不可。王明咽了口唾沫，接着说：“主任给你爸和你弟打了电话，你猜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井号39，没死就行，井号39。”然后就把电话挂了。妈的，简直畜生不如！我苦笑着摇摇头，心想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跟王明说了自己得了肝癌的事，这个平时大大咧咧的家伙一下子就哭了。他一边抹眼泪，一边骂我爸和我弟不是东西。我摆摆手，示意他别说了。这么多年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在医院躺了2天，感觉好多了，就跟医生定了手术日期。本想把费用先交了，可当我要刷卡时，傻眼了，存折上赫然显示余额0元，这不可能！我明明存了50万呢！我火急火燎地赶回家，刚进门就懵了，屋子里一片狼藉，像是被人翻了个底朝天。放存折的抽屉被撬开了，里面放了些现金也不见了。我急急忙忙就准备报警，可转念一想，不对劲，家里门锁是好的，保险箱也完好无损，
能打开这些的，除了我弟那个兔崽子，还能有谁？心里一阵发凉，我哆嗦着掏出手机：“赵强，你是不是来过我这儿？我的存折是不是你拿走了？”电话那头传来我弟得意的笑声：“赵明，没想到你还不是个废物啊！我还以为你这辈子就只会当个讨吃鬼呢。可不是我拿的吗？这股都要起飞了。我听人说能翻好几倍，这不就借你的钱投资了吗？等赚大发了，分你一杯羹。”我咬牙切齿，恨不得隔着电话抽他2巴掌。你他妈知不知道，这50万是我怎么拼了命攒下来的？你他妈知不知道，这50万是我肝癌的手术费？知道啊，老头子说的。要不是他告诉我，我哪知道你手头能有这么多钱？你可以呀，赵明，藏得够深的。但不是我说，你也够蠢的，用咱妈生日当密码，生怕别人猜不着是吧？老太太都走多少年了，你还惦记着呢？怎么，因为你把妈害死赎罪呢？得了吧，也不知道装样子给谁看呢。挂了。想到我妈，我一屁股坐在地上。难道这一切真是报应？要不是当年高3晚自习，我妈来给我送饭，她也不会出车祸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活在愧疚中，任由我爸和这个畜生弟弟予取予求，看着满屋狼藉，我心里比吃了黄连还苦。最后，还是给我爸打了个电话，妄想着这一切别是真的。爸，我的50万被赵强拿去炒股了，是不是你告诉他的？臭小子，你守着那些钱要等死是吧？你亲弟用你点钱是看得起你，你一个大男人计较什么？你不是肝癌早期吗？我听人说晚期都还能活个3、5年，你早期肯定一时半会死不了。这么长时间，你小子不得又攒出来50万？大男人害怕这些，真没出息。听着这无情的话，我再也忍不住了。爸，为什么你总偏心赵强？我难道不是你儿子，不是你亲生的？你他妈还是人吗？小时候，冬天你让我顶着寒风送外卖，冻得手脚都是冻疮。赵强在家里打游戏吃烤红薯，我的衣服都是穿他旧的。赵强每个月都有新衣服穿，赵强每天都有热饭热菜，我只能啃冷馒头吃剩菜。我高考考上重点大学，你嫌学费贵不让我去，赵强上个大专你就舍得砸几十万。我把这些年的委屈一股脑道出来，嗓子都喊哑了，换来的是什么？一句安慰，一句对不起，结果换来的是一句神经病，老子还要给你弟筹钱，别来烦我。我默默挂断电话，机械般收拾好屋子，又去医院告诉医生手术暂时不做了。医生叹了口气，说让我再考虑考虑，他可以保留手术日期。我魂不守舍地走出诊室，一个没留神撞到了人。小赵，真是你呀！我抬头一看，是陈怡，她是我妈生前的朋友，经常来我家做客。小时候，她每次来都会买零食，算是少有的对我好的大人了。自从我妈走后，我们就搬家了，这么多年也没见过面。陈怡看我脸色不对劲，打听了2句，一听说我得了肝癌，顿时火冒3丈。赵建国那个王八蛋是怎么当爹的？当初你妈走的时候，他可是拍着胸脯保证会好好照顾你们兄弟俩。我看他是把你妈出事的真相藏。话说一半，陈怡突然闭嘴了，我如雷轰顶，赶紧拉住他的胳膊。我妈不是因为给我送饭才出车祸的。陈怡也是一脸震惊。当然不是啊，你妈出事跟你屁关系没有，真正的原因是你爸呀。陈怡一五一十的和盘托出，我才知道了当年的真相。原来我背负着害死亲妈的压力这么多年，任凭我爸和我弟剥削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结果呢，全他妈是个天大的笑话。我妈在世的时候，
日子还算过得去。虽然我爸对我还是不好，但好歹有我妈疼我。我傻乎乎的以为这就够了。直到我高三那年，我爸忘了给我送晚饭，回家后又出门去了学校。我妈家务还没干完，本来不用去，可最后鬼使神差的跟上了。谁也不知道那天晚上车上发生了啥。可陈姨刚好和我妈通完电话，两人都忘了挂断。就这样，陈姨把我爸妈的争吵听了个一清二楚。我爸出轨了，他要离婚，带着赵强走，把我扔给我妈。我妈不想离，说为了孩子也得在一起。我爸骂骂咧咧的，又踹又打，恍惚中方向盘一滑，然后砰的一声，我妈没了。我二话不说，和陈姨告别就往家冲。一进门就看见老头子和赵强窝在沙发上看球赛，跟没事人似的。看我脸色难看，这对人渣爷俩连个屁都没放，还骂我急忙地赶着去投胎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着老头子，我妈的车祸真是意外。你当时在车上干啥了？别想瞒我，我今天碰到陈姨了。老头子愣了一下，抿着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满不在乎地说：知道了还问我干啥？要不是你妈拦着我不让离婚，老子早就吃香喝辣的了，还得养你这个倒霉玩意儿。晦气，你妈那个贱人活该！老子把萍萍往家里带，帽子都给她戴一车了，她居然还为了你这个玩意儿不肯离婚！我如遭雷劈。萍萍？难道是？看我一脸懵逼。老头子冷笑一声：对，就是咱们搬家前住对门的王平，当时都说好了，离婚后就在一起。我瞪大眼睛看着这个不要脸的畜生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你他妈还是人吗？我妈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这样坑她。那个姓王的也有丈夫孩子，你们真不是东西。我真希望当初死的是你，不是我妈。老头子没想到我敢顶嘴，抡起巴掌就要抽我。我一把推开他，他踉跄着撞在茶几上。臭小子，你还敢动手？跟你那个贱人短命妈一个德行，穷酸玩意儿！这时候，一直低头玩手机的赵强抬起头来：哥，差不多得了，谁让咱妈不同意离婚呢？要不然咱俩现在也能跟着老爸和王姨过好日子。王姨人自己的公司多气派呀，现在好了，炒个股票还得看你脸色，真没意思。所以你早就知道爸出轨和妈车祸的事，装傻充愣这么多年，一直帮着老头子剥削我。废话，王姨对我可好了，只要我帮着瞒着你，借口出去玩，其实是去见她，要啥给啥，哪像咱妈，抠门的要死。也就你这个傻逼被蒙在鼓里，我心里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碎了。深吸一口气，我冷冷地看着这对人渣父子，从现在起，老子没你们这群畜生家人，你们也别想再剥削老子，自己好自为之吧。转身要走，我又想起来，既然撕破脸了，那也得把损失捞回来。我冲进屋里，把这些年给他们买的名表、球鞋，还有他们主动要的贵重玩意儿，能找到的全带走。这俩人看傻了眼，叫嚷着要报警。我冷笑一声，所有东西我都有购买记录，我能证明是我买的，你们能证明是我送的吗？有种就报警，老子不怕把家丑外扬，反正这个家早就烂透了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，懒得理会身后的骂声。可笑我一直把畜生当亲人，畜生却把我当牛做马。从今天起，老子要好好活出个人样来，再也不让这些人渣拖累接下来的日子。我使劲筹钱，好好养身体。手术前1周，我想吃顿好的，去了新开的高档餐厅，好歹也得让自己快活快活。这辈子都没这么奢侈过。在餐厅里，我居然看到了赵强那个狗东西，他搂着个女人，笑得跟个二傻子似的。
我冷笑，赵家的宝贝疙瘩可以呀，不光剥削我，还学会养女人了。平时吃喝玩乐，样样不缺。可当那女人转过身来，我差点没把酒喷出来。这不是当年和我爸偷情的狐狸精的女儿苏颖吗？她也看到我了。四目相对，苏颖冲我冷冷一笑，赵强也注意到我了，立马把苏颖搂进怀里，眼神里满是挑衅。呸！就这种货色也配当宝贝？在我眼里，屁都不是。说起王姨，我倒是没什么印象，但她女儿苏颖，我可记得清楚。这女人当年没少给我使绊子，看我的眼神跟要吃了我似的，好像我欠她800万似的。现在想想，苏颖那会儿都快成年了，脑子不少根筋的话，肯定知道他妈和我爸勾搭在一起搞那些龌龊事，所以逮着机会就折腾我这个情敌的儿子，真恶心到家了。这些年没见，苏颖倒是长开了，看着挺像那么回事，但那眼神绝对没安好心。我琢磨着，这女人不是恨死我们赵家了吗？咋又跟我弟搅和在一起了？算了，关我屁事，我活我的，他们爱咋咋地。我转身就要走，临走前，我看见苏颖冲我笑了笑，那笑容阴森的让我后背发凉。我眉头一挑，这事儿绝对没完。果不其然，没过2天就出事了。我刚住进医院，正躺床上看手机呢，苏颖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拎着个果篮。她关上门，把果篮往桌上一放，没等我开口，就先说起来：“赵明，我知道那天你认出我了，但你那个蠢货弟弟可没认出。记住了，我现在叫张月，别在他面前露馅。”我问他：“你到底想干嘛？”苏颖冷笑一声：“你该不会还想护着那父子俩吧？他们做的孽还少吗？我改名字是为了方便办事。你弟弟现在美得冒泡，以为傍上富婆了，能翻身做地主了。要是现在露馅，你那个老不死的爹肯定要坏事。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他们父子俩。当年他们害得我家散了，现在我要让他们10倍100倍的还回来。”家散了，我心里一沉，问道：“难道是我爸受不了我妈出轨，酗酒到最后猝死了？”我叹了口气：“对不起，虽然我早就跟赵建国、赵强断绝关系了，但还是……”苏颖摆摆手：“用不着你道歉，你也是被蒙在鼓里的可怜人。我来就是提醒你一声，以后我不管做什么，你别插手就行。他们害死了我妈，我巴不得看他们现世报。”临走前，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你妈现在怎么样？”苏颖面无表情地说：“还吊着口气活着，不过生不如死。”我浑身一激灵，心想以后见了这娘们，还是绕道走吧。手术很成功，我在医院躺了半个月就出院了。回到家，没了那父子俩的压榨，日子顿时好过多了。我开始戒酒养肝，连啤酒都不沾一滴，远离了那些狗屁倒灶的事。我的生活渐渐走上正轨，新的人生仿佛就在眼前。可赵建国那老东西显然不想轻易放过我这头摇钱树，非得榨干最后一滴血才甘心。这天，老不死的来电话了：“臭小子，最近有个大项目要谈，老子得去应酬，手头紧，你先打个5万过来，全当孝敬。”我冷笑一声，这老东西见我身体好了，又想诈我是吧？你哪位？神经病吧你！再打骚扰电话我报警了呀！赵建国急了：“儿子，要不是走投无路，我也不想找你呀。家里真的困难，拿不出钱来了。”我来了兴趣，细细盘算起来，他那套大房子加上存款，再加上这些年从我身上搜刮的血汗钱，怎么着也不至于缺这几个钱呢。我耐着性子刨根问底，
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原来苏颖，也就是张月和赵强搞了半年多的共同创业，说白了，就是张月给赵强洗脑加精神控制，说他要找个不图他钱，只图他人的真命天子。他还说最恨那种爱慕虚荣的男人，一旦发现对方贪财，就立马翻脸。我不得不说，这苏颖真有两下子。赵强那个蠢货被迷得神魂颠倒，为了在苏颖面前装大款，没少挥霍，动不动就去高档会所抢着买单，一顿饭上万块往外撒，就算付钱的时候心里滴血，脸上还得笑嘻嘻的。纪念日，苏颖送双球鞋，赵强就还1块名表。情人节，苏颖说句亲爱的，赵强立马送上爱马仕，这不是绝配是什么？就这么你来我往的，赵家那点家底儿眼看着就要见底了。我以为赵建国能清醒点，喝止赵强这个败家玩意儿。可谁让这是他的宝贝儿子呢？要星星都想给月亮，这点钱算个屁！再说了，赵建国觉得这是在为儿子下辈子铺路呢，在他眼里，这哪是钱啊？这是投资，是发家致富的敲门砖。一咬牙一跺脚，连祖上留的老宅都给卖了，为赵强的飞黄腾达添砖加瓦，为自己将来能当个商业巨头的老丈人赌上全部身家。这会儿钱用光了，又想起还有我这个现成的提款机。我以前是傻，可自从知道了我妈去世的真相，又经历这一场大病，在鬼门关走了一遭，总算是大彻大悟了。我直接怼了回去，关我屁事！说完挂电话，拉黑一条龙服务。本以为这就完事了，可赵建国又换了个号打来，我又想挂电话，可他语速飞快地说了来意，让我赶紧回家，装也得装出个孝子的样子。为啥呢？说是要哄未来儿媳开心，好让他宝贝儿子早日赘婿成功。张月的，也就是苏颖，她跟赵强说自己是单亲家庭，渴望家的温暖，最羡慕和睦的家庭，最讨厌家庭关系差的人家。我这个当哥的，自然得做个表率，陪他们演绎出父慈子孝的好戏，哄未来儿媳欢心。我刚要拒绝，可赵建国知道怎么拿捏我，他威胁说，要是我不去，就把家里妈留下的东西全扔了，抹去他在这世上最后一点痕迹。我无可奈何，只好用妈妈的遗物做交换，答应陪他们演这场戏。因为我也挺好奇，赵建国见到旧情人的女儿勾搭上他儿子，会是什么表情？但我可不信赵建国那老东西的鬼话，提前回家，把妈留下的东西一件件装箱带走。我可不想让妈和这父子俩有半点牵连。赵建国看我这德行，撇着嘴直摇头，一个劲儿在我耳边吹嘘他未来儿媳有多牛逼，自己以后要过上多牛逼的日子。我心里直乐，这父子俩就是两只吸血虫，把攀附有钱女人当成毕生志向，当爹的出轨当小三，害死自己老婆不说，还把儿子教育成啥样？不好好学习不说，整天做着少奋斗躺赢的美梦，成天做白日梦想傍富婆。更搞笑的是，这俩蠢货还不知道，他们八戒的所谓贵人，其实是来索他俩命的。我就等着看好戏，看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的那天。到了上门那天，我提前到场，找了个角落坐下，准备看好戏。赵强穿的人模狗样的，西装革履，头发抹得油光水滑。赵建国也套了件西服，一副暴发户样。就这俩人，我清楚得很，烂到骨子里了，更别提人家压根不在乎他们这副德性，白折腾了。父子俩勾肩搭背，正做着发财美梦呢。苏颖，哦不，现在该叫张月了，终于来了。赵强屁颠屁颠地把人领进来，拉到赵建国跟前，满脸谄笑地介绍：
爸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张月，我女朋友，企业高管，厉害着呢。我就看着赵建国的脸，从笑成朵菊花，到惊讶的下巴掉地上，最后煞白的跟见了鬼似的，差点没憋住笑。苏颖倒是镇定，优雅的走上前，伸出手：“叔叔您好，久仰大名，我是张月，您儿子的女朋友。”说完，意味深长地看着赵建国。赵建国估计已经吓傻了。也是，当年他和苏颖妈搞破鞋的时候，苏颖都15、16了，哪能认不出来？赵强那会儿还是个小屁孩，认不出成年后的苏颖也正常。这是来提亲呢，还是来寻仇？场面一度很是尴尬。赵强急了，对他爸使眼色，见他爸跟傻了似的，就大喊一声：“爸！”这一嗓子把赵建国惊醒了。他哆哆嗦嗦地把赵强拉到身后，指着苏颖质问儿子：“强子，你咋能跟他在一起呢？你这是要坑死咱爷俩呀！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他是，我知道啊，她是小时候住咱们隔壁王姨家的闺女呗，原名叫苏颖。”赵强一脸无所谓，我听得一愣。这意思是赵强知道自己在跟他亲爹出轨对象的女儿谈恋爱。他啥时候知道的？不是说一开始苏颖还防着他，还特意改名吗？我又瞄了眼苏颖，只见他一脸淡定，跟没事人似的。这是现在更有意思了。赵建国这会儿慌得六神无主。儿子，你糊涂啊！他爸那档子事儿，能让你俩好好处对象？改名字这招，摆明了没安好心，你可别中了圈套啊！赵强不耐烦地打断他：“爸，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，还好我听月姐的，没提前告诉你他是谁。月姐上个月就跟我坦白了他的真实身份，说是一开始对我一见钟情，怕身份影响我看法，才隐瞒的。等咱俩关系稳定了，他才敢说实话。没提前告诉你也是月姐的主意，就怕你接受不了，乱了阵脚。还是月姐想得周到。爸，你可别当那老古董，把你们那辈的破事儿硬套在我们头上。我跟月姐是真爱，除非我死了，否则谁也别想拆散我们。我暗暗咂舌，苏颖这招玩得溜啊，有这本事忽悠赵强，还愁玩不死这父子俩。赵建国气得直哆嗦，强忍着怒火跟赵强讲道理：他为啥非得改名字？哪有正常人会为了接近别人改名字的？这不是居心叵测吗？儿子，你可别被骗了呀！苏颖这时候开口了：“叔叔，我改名字是因为我爸妈离婚了，我跟我婶婶姓，她姓张，所以我才改的。再说了，您跟我爸的那些事儿，干嘛非得让我和赵强背锅？这也太不公平了。我是真心实意想和赵强过日子，也希望您能接纳我。”我差点没笑出声来。这一套说辞，我要不是在这儿看戏，非得给他鼓掌叫好不可。再看赵强那德性，一脸崇拜地盯着苏颖，恋爱脑啊，真可怕！要是我儿子，非得抽他俩大耳刮子，轰他滚蛋，直接断绝关系。可赵建国哪舍得呀？这可是他捧在手心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宝贝儿子。我也豁出去了，使出浑身解数，装出一副理解弟弟、支持弟弟追求真爱的好哥哥样子，连我爸的面子都不给。赵强感动得稀里哗啦，拍着胸脯说：“我是他亲哥，以后一定好好孝敬我，让我享福。”我心里冷笑，等你小子被苏颖卖了，还帮人家数钱的时候，不知还记不记得你这个亲哥。赵强见赵建国死活不同意他和苏颖在一起，加上苏颖装模作样说要分手成全父子俩，彻底爆发了，对着赵建国破口大骂：“不识抬举的老东西，老不死的，你早点完蛋省心”之类的话，最后一把推倒赵建国，拉着苏颖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说要搬出去跟人家同居。赵建国瘫在地上，哭得像个3岁小孩。这一出下来，就赵建国一个人遭殃。我看着赵建国，心里只剩快意，连一丝怜悯都没有了。这就是他宝贝了一辈子的好儿子，现世报来的就是这么快。只是我也纳闷，为啥赵强这副德行，赵建国还把他当宝，而我永远都是家里的草芥？这个疑问我憋了几10年了，今天非得问个明白。我开口问了，赵建国盯着我，一脸嫌恶，看来今天受的刺激不小，终于肯说实话了。我听完只觉得可笑，这么多年的忍气吞声，低三下四，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原来我出生那会儿，家里正遇上大麻烦，赵建国被人坑了，差点破产，蹉跎了好几年。赵强出生没多久，赵建国公司就中了个大项目，一下子发了。赵建国觉得邪门，专门找了个算命大师算了一卦。那大师说赵强是他的福星，我是来克他的，他就对我越来越不待见。我和赵强越长大，我越像我妈，赵强越像他。我妈走后，我顶着一张和我妈一模一样的脸，天天在赵建国眼前晃悠。他心里有愧，看我就烦，觉得我是来讨债的。就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鬼话，我被他压榨了大半辈子。最后我也走了，留下赵建国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哭天喊地。我以为苏颖的目的达到了，害得赵建国、赵强父子反目，这仇也算报了。可没想到，才过了1个月，赵建国又来电话了。他兴高采烈地跟我说，赵强听他的话，跟苏颖分手了，还说赵强要去大城市创业，就是缺钱，需要至少300万启动资金，家里唯一的房子都卖了。我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赵建国这老狐狸，怎么到赵强这儿就成了个傻子？这老头是瞎了眼还是傻了心？赵强那混蛋大专都读不明白，被开除了好几回，好不容易找个送外卖的活都干得手忙脚乱的，咋就摇身一变成了创业明星，要去大城市大展宏图了？我琢磨着，8成又是赵强那小子缺钱花，编了个瞎话骗他老子。没成想赵建国还真吃这一套，也是够可以的。我懒得拆穿赵强那可笑的谎言，反正是亲生的，赵建国爱怎么宠就怎么宠呗。赵建国这通电话说白了就是为了要钱，让我看在弟弟前程似锦的份上，多少支援点。我冷笑一声，对了回去，老头，你谁呀？哦，对了，您儿子要创业是吧？建议你先去他学校打听打听，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要创业，还是又在忽悠您呢？你不是最疼他吗？这点小事儿还用我提醒？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落井下石谁不会？真相迟早有人会挖出来的。自从知道我妈去世的真相那天起，我就跟这父子俩断绝关系了。现在跟他们说几句话，不过是想亲眼看看他们自作自受，自食恶果罢了。我还真有点期待，等着看他们撕破脸的好戏呢。这天下班，我刚走出公司大门，就被赵强那小子堵住了。这家伙一脸焦急，追问我知不知道张月的下落。赵强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不等我开口，就倒豆子似的全说了。哥，张月他留了封信就不见了，我怎么都联系不上他。我为了给他投资，把所有钱都搭进去了，我真的离不开他呀。赵强在我面前又哭又闹，跟个疯子似的。突然，他被人从后面狠狠推了一把，转眼一看，是赵建国。平日里最疼这个小儿子，这会儿却跟疯了似的扑上去，揪着赵强的衣领就质问：我去你学校想帮你办理休学手续，结果他们告诉我你早就被开除了，你小子所有科目全挂，还考试作弊。我赵建国的儿子就是这么给我长脸的。
赵建国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又怒吼道：“钱呢？家里卖房子给你创业的钱呢？你小子把钱用到哪儿去了？那可是咱家最后的积蓄啊！”赵强一把甩开他爸的手，不耐烦地说：“爸，你能不能小点声？多丢人啊！那钱我拿去投资了。张月说他有个项目资金周转不开，我在网上一个专业平台赌球，一周能赚30%呢。等赚够了钱，先把张月的窟窿补上，再把咱家的钱还上，您就放心吧，肯定跑不了。”我听得目瞪口呆，赵强这脑子是让驴踢了吗？赵建国气得直哆嗦：“什么？你没跟那个臭娘们分手，还想给她钱？她就是来报复咱爷俩的。你投的什么鬼平台？赶紧给我退了！这可是她的养老金啊，全指望这笔钱到死呢。”赵强不耐烦地掏出手机，非要证明自己多么英明。刚打开网页，国家反诈中心紧急提醒几个大字就跳了出来。赵强还不以为然，继续操作，结果可想而知，钱是一分都取不出来了。页面上那些数字根本就是镜花水月，真金白银早就不知道被转到谁兜里去了。蠢，简直蠢到家了！赵建国一屁股瘫在地上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钱啊，我的命根子啊！”赵强这会儿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。我以为这小子好歹会认个错，安慰安慰他老子，没想到这孙子给我上了一课，让我见识到了人类的底线。只见他抓着头发，跟疯了似的大喊大叫：“我没钱了，可怎么办？张月还等着我的钱救急呢，他肯定是不想连累我才离开的。这小子真是脑子被门夹的厉害。”这还不算完，赵强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猛地朝赵建国扑过去，抓起地上的砖块就往赵建国身上砸，一边砸一边嚎：“都是你的错，要不是你反对我和月姐在一起，他也不会离开我。他心里说得明白，不想让我家在你和他中间左右为难，为了我们父子的关系，他宁愿退出。他就希望我能幸福。你这个老不死的，在背后搞鬼，毁了我的人生，毁了我的幸福。”我不得不说，苏颖这手段真是高，一封信就能让这父子俩反目成仇。赵建国被砸得鼻青脸肿，喘气都费劲，路人看不下去了，有人喊来了警察，没多久就把这对闹事的父子给拖走了。我作为目击者，也被叫去协助调查。赵建国伤得不轻，直接被送去了医院。警方问话的时候，这老东西还在护犊子，说是家庭纠纷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想追究儿子的责任。真是父爱如山，都这样了还护着他的宝贝儿子。警察一走，赵强也匆匆溜了，说是要去找他的真爱。只剩下赵建国躺在急诊室的床上，疼得直哼哼。他见我要走，连忙拽住我的衣角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你弟弟这废物指望不上了，家里的钱都让他霍光了。现在看来，还是你最靠谱啊！从小到大都没让我操过心，以后啊，我还得指望你养老呢。我的好戴尔，我的宝贝明明。”我差点没吐出来，真亏这老东西说得出口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：“你亲儿子用你点钱是看得起你。对了，我没爸，别在这儿给人随便当爹。所谓的亲情，不过是枷锁罢了。我好不容易挣脱出来，怎么可能因为他几句话就心软，再让他继续剥削？这辈子，我只做我自己，不再是谁的儿子或者哥哥。我相信自己能过上精彩的人生。”只是在离开急诊室之前，我明显看到赵建国盯着我的背影，眼神里满是不甘和算计。我心里一紧，看来这老东西还不想放过我。回到家，我发现桌上多了个快递，打开一看，是部手机，
还附带一张字条，谢谢配合。有时候默默看戏也是种美德，一份小礼物，希望以后能帮到你。苏颖。我打开手机，里面只有一个视频文件。看完后，我瞪大了眼睛：赵强啊，赵强，你果然是你爹的好儿子。有了这个视频，接下来就好办了。于是我专心工作，干劲十足。没多久，公司就给了我一个大项目，领导对我也是赞不绝口。这天正在开会，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在骂骂咧咧的，什么不孝子、白眼狼之类的。这不是赵建国的声音吗？我跟同事们说声抱歉，走出会议室，想看看这老不死的又想搞什么鬼。只见赵建国被几个保安死死按住，还在那儿拼命挣扎，对着我破口大骂。他一见我出来，骂得更起劲了，说我现在翅膀硬了，不认他这个老子，他住院也不管不问，真是天大的不孝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把早就准备好的材料拿出来，分给周围的人。里面有这些年的转账记录、购物清单，还有微信聊天记录。但凡是个明白人，看了都知道到底是谁不孝，是谁不配当人父。周围的人看完后，纷纷指责赵建国虐待亲生儿子。老东西见状更加疯狂，指着我鼻子骂：我听说你升职发财了是吧？你少在这儿装蒜，指定是到处走后门，就你那德行，能有什么本事？我再怎么铁石心肠，听到自己亲爹这么污蔑我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造谣，心里还是一阵绞痛。看来是时候撕破脸了，这种人渣根本不配我给他留任何情面。我拿出手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播放了那个视频。一录音里传出赵建国和赵强的对话声，只见赵强一个劲儿地套他爸的话，赵建国竟然一点没察觉。一来一往的聊天中，赵建国把多年前的烂事儿全都搂出来了。赵强借口和苏颖分手的事儿，套出了赵建国10多年前是怎么勾搭上苏颖他妈，搞垮人家一个家庭的。还有这么多年来，他是怎么心安理得的让我背负害死我妈的罪名，像压榨牛马似的剥削我。赵建国一听，开头就慌了神，冲上来就要抢我手机。我一把推开他，这可是他最后的遮羞布，就这么被他的宝贝儿子给扯下来了。他瞪着我，质问这视频是哪来的，是不是我威胁赵强弄来的？我冷笑一声，戳破他最后的幻想，这是苏颖给我的。他跟赵强说想为他爸讨个公道，想让你亲口承认自己当年干的那些龌龊事。赵强那个蠢货，为了讨好女朋友，就设局骗你说这些。多亏你儿子大义灭亲呐，你干的那些缺德事才能曝光。赵建国，你真是教出了个好儿子，不光把你的钱骗光，连你的老底都给揭了。赵建国一屁股瘫在地上，捶胸顿足，嚎啕大哭。我知道，这是他最后一点骄傲崩塌的声音。周围的工友们纷纷过来安慰我，骂赵建国不是东西，简直不配做人父亲，造谣污蔑别人的人，自己又能是什么好东西？与其着急辩解，不如直接撕破他的伪装。没人会相信一个满口谎言的人渣。赵建国在众人唾骂声中落荒而逃。我知道，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没法来祸害我的生活了。事后，我给苏颖打了个电话，感谢他帮我摆脱了这个噩梦般的家庭，顺便问问他准备怎么收拾赵强。苏颖轻蔑地哼了一声，说赵强以为他们之间的障碍是他爹的过错，所有为此不惜设局坑爹，骗光家里的钱。后来听说我生病的事，又开始疯狂筹钱。可他除了送外卖，啥也不会，哪来的本事快速弄到钱？结果这家伙铤而走险，搞起了赌博。他觉得这是来钱最快的路子，
别人眼中的雷区，他倒觉得是聚宝盆。这会儿人已经跑路了，临走前还给苏颖发信息，说一定会东山再起，筹够钱来找他。我摇摇头，这赵强还真是蠢到家了，也不知道最后是骗了别人还是被人骗。总之心术不正，迟早要遭报应。不过这些破事儿跟我都没关系了，我只想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1个月后，我又看到了赵强的消息，这回可真是出名了，上了头条热搜。某某市最大非法集资案告破，主犯赵某被抓获，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。看到这则新闻，我忍不住笑了。这个结局可真是痛快呀！从那以后，我的人生仿佛开挂了，工作上步步高升，很快就当上了公司的项目总监，感情上也桃花不断，老铁树开花，很快就结婚了。每次回想起过去的种种，我都庆幸自己及时醒悟，摆脱了那个糟糕的家庭。现在的我，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，生活美好的简直像做梦一样。这一切的转机，都要从那天决绝的与过去告别开始。所以我想说，无论现实多么艰难，只要勇敢地跨出那一步，幸福就在不远处等着你。